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万象奇谈》，我是大象。首先提前祝福大家圣诞和新年快乐。我怕下期节目来不及祝福大家，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。本期的节目，咱们一起去日本观察一台湖边冰箱引发的影视谜团。2012年5月21日，接近中午12时，日本福井县大野市境内的九头龙湖岸边，2名正在清理浮木和杂草的工人，其中一名叫井上的工人，一边用手指向岸边的一个疑似冰箱的东西，一边对他的同伴喊道：“又是哪个混蛋到处乱扔垃圾？”同伴顺着井上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下又有活干了。”2人随即放下手里的活，向井上所指的方向走去。靠近后发现确实是个被人遗弃的冰箱。井上的同伴没有多想，随手用力打开了冰箱，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之后2人几乎是同时惊叫了一声，他们看到冰柜里跪着的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身体。2人立即电话报了警。福井县警方很快到达了现场。根据福井司法检验所的检验结果显示，身体的主人是一名身高在150到160公分之间，20多到30出头的女性，致亡原因未明。但根据检验报告显示，该名女生已经去世了5个月到1年的时间。头部、胸部等骨骼部位并没有明显外伤，也没有骨折的迹象。由于藏于冰柜之内，双腿呈弯曲状，背部拱起。虽然死者被发现时没有穿着任何衣服，但他佩戴的一条银项链和一个金手镯还在他的身上。冰柜里发现还有一块新型的手表和一束大约15厘米长的头发。换句话说，该名女生生前不久应该是名长发女孩，不知为何她的头发被人剪断后置于冰柜之内。另外，根据福井警方的调查显示，被遗弃的冰柜是日本国内厂家生产的品牌冰柜，高约80公分，宽约74厘米，深有55厘米。被发现时，冰柜内没有积水，一时之间，福井警方也是一头雾水。这个被人遗弃的女孩是谁？她为什么被藏匿于一个冰柜之内？如果是劫财，她身上贵重的物品为何还在她的身上？要不然就是劫色。可是她的头发为何被人剪断后故意置于冰箱之内呢？所有的谜团只有先行核对女孩的身份，才能一一打开。只是福井警方此时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将要揭开的是一个不对，应该是2个女孩不为人知的2段悲惨的往事。点赞分享，马上开始。福井警方发现冰柜的地方是一个叫做九头龙湖的风景旅游区内，严格按照日本的行政区域划分，具体是在日本岐阜县边界附近的九头龙湖南岸。这个区域是日本几个县市交界的区域。福井警方表示，冰柜漂流上岸的可能性很大。在发现冰柜的第2天，也就是5月22日，福井警方在发现冰柜的地点上游进行了搜索，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从这张日本行政图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按照冰柜被发现的地点，该名女生并不能确认就是来自岐阜县。周边区域的福井县、爱知县，甚至长野县、静冈县和石川县亦不能排除在外。随后，福井警方对周边县市展开规模搜寻，重点对失踪人口展开调查。很快的，与岐阜县交界的爱知县传来消息，爱知县一宫市一家酒吧餐厅的店员盛冈元佳于2011年10月10日离家后，至今未归。后经福井警方 DNA 比对，确认盛冈元佳正是冰箱里被发现的身体主人。福井警方随即对盛冈元佳的人际关系展开了调查。根据盛冈元佳的同事木子正言，2011年10月10日凌晨时分，时年27岁的盛冈元佳从爱知县一宫市的工作单位下班回家后，告诉木子他要去见客户，离家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根据木子的介绍，这名客户很可能是曾经追求过袁家的客人林圭二。木子说，袁家失踪前已经和公司办理了离职申请，计划于明年的1月份就准备和自己恋爱多年的男友结婚，不再上班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林圭二得知了这一消息，非常不爽，但他依然继续去袁家工作的酒吧消费，并经常向木子打听袁家的消息。另外，这个叫做林圭二的男子曾经在袁家失踪前追求过木子，但被木子断然拒绝。木子说，这个林圭二怪怪的，不光长得怪，
说话和做事都是怪怪的。林桂儿曾多次向木子表示，我在袁家身上花了几百万日元，他说走就走，还真是无情啊。林桂儿说这话并不夸张。根据福建警方后来的调查发现，早在2008年的时候，林桂儿与袁家就已相识。那时袁家还是在爱知县一宫市的一家歌舞俱乐部上班。袁家疑似为了躲避疯狂向他展开追求的林桂儿，换到了后来这家酒吧餐厅。林桂儿多方打探，也跟随袁家来到了这家酒吧餐厅。按照林桂儿的说法，我对盛刚非常依恋，但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让我无法容忍。起初，福建警方根据调查的线索找到林桂儿的时候，林桂儿并没有任何紧张和不安的情绪，并表示他与盛刚袁家很熟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他一定尽力而为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太可惜了，袁家性格很好的，酒吧里的客人都很喜欢他的。福建警方并未轻易相信林桂儿的说辞，在随后展开的调查发现，林桂儿和另外一名同伙渡边智由有重大嫌疑。在袁家失踪前，这名叫做渡边的嫌疑人在网上买过一台冰箱，与案发时发现的冰柜高度吻合。林桂儿出生于1972年，时年42岁，居住在岐阜县美浓加茂市，从事二手车贩卖的工作。根据林桂儿的同事反映，林桂儿的性格相当乖张，不仅暴躁爱发火，而且很爱面子，报复心特别强，朋友和同事都不敢轻易招惹她。前面提到的渡边智由正是林桂儿在二手车行的旧同事，后来渡边离开车行后，一直在富乡町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。2012年10月26日，福建警方根据调查结果将两人抓捕。被捕后，两人全盘否定所有指控，声称并不知道这起案件的情况。但在警方出示的冰柜网上采购记录的证据后，渡边智由的心理防线首先崩溃。渡边智由交代，早在2002年，他与林桂儿相识于之前共同工作的二手车行，后来就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。那期间，他亲眼看到林桂儿因为一些工作中的琐事，把车行的同事打到爬不起来。为了不被林桂儿欺负，他一直顺从林桂儿的所有要求。警方的调查卷宗显示，渡边说：“我因为长期的关系无法反抗，所以卷入其中，因为我被恐惧支配着。”2012年7月左右，林桂儿和渡边说，他要让盛刚袁家消失，原因是林桂儿认为袁家欺负了他，先是背着自己交了男友，还准备结婚。后面林桂儿在追求袁家同事木子的时候，袁家和木子说了林桂儿的坏话，故意让木子拒绝了他，所以他要让袁家付出代价。渡边向警方供述，他主动在网上订购事发时的冰柜，目的就是把计划复杂化，试图拖延林桂儿的执行计划，并对警方辩称他是故意留下痕迹，以便迅速被捕并结束他与林桂儿的关系。至于冰箱里被割断的头发和故意遗留的被害人首饰、手表等，是林桂儿故意为之，目的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调查方向。2011年10月10日，林桂儿打电话给袁家说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希望袁家能看在以前为他花了那么多钱的份上，过来和他过最后一个生日，以后就再也不打扰他了。袁家答应了。当晚，桂儿开车把袁家载到了爱知县犬山市停车场。桂儿用早先准备好的绳子解决了袁家之后，两人把袁家转移到桂儿岐阜县美浓加茂的家中，置于冰柜内。11月24日凌晨，他们把冰柜遗弃在福井县九通荣湖。警方随即问及，既然你那么想结束与桂儿的关系，为什么不在行动前选择报警呢？渡边智由深吸了一口气说，那是因为在这之前，我和桂儿已经解决了另外一个女孩。桂儿所说的解决了另外一个女孩，名叫前野惠里。2003年，31岁的林桂儿在爱知县春日井市的酒吧里与其相识。那时的惠里刚满20岁，高中毕业后就到这家酒吧打工。活泼开朗的性格很快引起了桂儿的注意。在其猛烈追求后，2004年2月，两人正式开始交往。7月，前野惠里搬到了桂儿的家中，开始同居，这也是惠里噩梦的开始。桂儿残暴的本性渐次暴露，后来逐渐动起手来。2005年，桂儿怀疑惠里背叛了他，以此为要挟，并让惠里赔偿他的损失。惠里说自己没钱。桂儿说，那你既然那么想要男人，你就去风俗店上班吧。即使后来惠里把从风俗店工作赚回来的钱全部交给了桂儿，但桂儿对他的暴力行径并未减少。
类似 PUA 的说教和辱骂性的语言，有时会持续10多个小时。渡边说，有一次龟儿边打边骂，似乎有些失控。他强迫被完全洗脑的惠理说：“是的，我欠你1亿日元，会赔付你1万亿。”当时渡边就在现场。渡边形容龟儿当时他失控的大声喊叫，满地乱跳，还差一点踩到了我。渡边就这么不知所措，站在房间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。后来惠理在风俗店里认识了一位对惠理比较有好感的三木先生。龟儿知道后就要求惠理谎称自己住院不能去上班了，并让三木先生给他打钱。龟儿拿到钱后便去酒吧挥霍一空。2006年7月，惠理受伤5次入院，医生感觉惠理的伤势异常，便帮其报了警。惠理心里极其害怕龟儿，谎称自己是摔伤的，警察便再也没有追究了。2006年12月，惠理的父母觉察到事有蹊跷，连忙赶到龟儿的出租屋，把惠理带回了家中。可是没几天，惠理又回到了龟儿的出租屋里。想来此时的惠理长期被龟儿 PUA 的心理已经有了严重的阴影，深知龟儿心狠手辣的惠理再也不敢离开龟儿半步。2008年伊始，龟儿开始不许惠理出门，把她反锁在房间里，甚至不给上厕所。惠理只能通过瓶子和塑料袋解决生理问题。他对惠理说：“你的那个三木先生，只有看不到你的人才会给你更多的钱，再也不许他触碰你的身体。”同时，他安排惠理通过网络聊天为龟儿赚钱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龟儿认识了在酒吧餐厅上班的盛冈元佳，并对其展开疯狂追求。龟儿拿来在酒吧对元佳高额打赏的现金，正是惠理在网络聊天上赚来的钱，这其中包括了三木先生同情惠理不断打来的现金。2009年7月的一天，惠理在房间聊天时睡着了，龟儿发现后非常生气，他让惠理必须站在房中，并把绳条系在惠理的脖子上。惠理太困了，就这样，由于绳子太短，惠理在睡梦中被勒致死。惠理走后，龟儿伙同渡边智由把惠理分别抛至了岐阜县、爱知县、长野县的山河之中。惠理走后，龟儿假装成惠理，继续让三木先生给自己汇钱。2009年7月至9月，龟儿从惠理的账户中取走了500万日元，同时继续去原家上班的酒吧疯狂消费。2011年10月，龟儿在得知原家已经向酒吧提请离职，并于次年1月与男友完婚后，非常生气。他曾向渡边说：“看来需要物色新的人选，为其赚钱了。”渡边说，龟儿想把用在惠理身上的招数再次用到新物色的人身上。此时的龟儿把目标盯向了木子，如前所述，木子断然拒绝了龟儿，这也是造成龟儿要结束原家的一根直接导火索。龟儿认为，正是原家向木子说了什么，所以木子才会这么果决地拒绝了他。事件发生后，日本媒体曾对林龟儿的成长背景做过相关的调查，但遗憾的是，我在互联网上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。但根据10年媒体的报道，有人根据林龟儿的姓氏和名字推测，他的父辈很可能是旅日韩国人。在日本的外国人拥有林姓并不少见，但用 Kenji 这个单词作为名字的人，据说是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最喜欢使用的字符。但这一点并未得到龟儿父母的确认。尽管在龟儿被捕后，他的父母接受媒体采访时看起来都是很正常、很有学识的父母，一点都不像是在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小孩。他们对关于林龟儿的成长经历避而不谈，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无人得知。但林龟儿的前同事都表示，这个人非常容易嫉妒，即使很轻微的事情，他也会非常生气。这一点在后来法庭上的审判也似乎得到了验证。林龟儿说：“我想我是一个妄想症和强迫症的人。”当这张让人心生恐惧的面容出现在日本媒体上的时候，日本的民众一片惊呼：“这是夜叉在人间，这是恶魔的面具。”2012年12月7日，名古屋地方检察厅以谋杀和遗弃尸体罪指控林龟儿和渡边智由。次年3月22日，名古屋地方检察厅以诈骗罪对两人提出追加指控。
同年10月5日，爱知县和福井县警察以涉嫌殴打另一名女性致人死亡为由，再次逮捕了被告人林圭二。随后，在2016年4月26日到11月2日，先后经过18次庭审，一审判决被告人林圭二无期徒刑，渡边志勇有期徒刑14年。审判长影山太郎说，这是一起基于高度策划的残忍卑劣的罪行。2017年12月18日，已经45岁的被告人林圭二不服判决，先后2次分别上诉于名古屋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，均被驳回，维持一审原判。有这么一句话，用来形容今天案件的林圭二再贴切不过：所谓渣男，就是用一张嘴为你创造整个世界，先把好话说尽，再把坏事做绝。女孩们如何独立自信、坚强果决地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或者说是坏人的侵扰，我想永远是我们需要面对和必修的人生课题。如何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肯定，而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坚固的防火墙，不让自己受到伤害，也必将是我们需要内化的功力。珍爱生命，勇敢面对。以上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。平安喜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不好意思，感冒还没好。